最近呢，中国大陆发布了一项讯息，感觉很像电影情节。一名女性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女性啊，被这个美国的男性间谍渗透了吗？我们来看看，这是公费留学生，他爱上美国的一位男性啊。那这位男性就是间谍吗 ？CIA 的工作人员吗？中国证实破获 CIA 间谍案。我们来看看呢，这是中国大陆国安部门宣布的他说啊，这位女性52岁，她是姓曾她在中国大陆某军工团任职，然后用公费的方式派到意大利去留学进修。可是，在意大利期间，她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官员，叫赛斯他主动来跟这个曾女结识然后呢去郊游啊，去聚餐啊，感觉在谈恋爱，结果让这位女士对他产生心理上的依赖，然后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动摇他的政治立场。后来赛斯跟曾女说，我就是 CIA 的罗马站人员的身份。哎呀，糟糕了要求曾女提供中国军事方面的敏感资讯，可是曾女可能已经爱上他了，于是他就提供一些秘密的资讯给这个美国间谍最后中国说，我破获了这件事情。那当然，两国大国之间的间谍战从来都没有停歇过包括你看到拜登如何重视 CIA， 他在8月9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跟个人对中国3个高科技领域投资，涵盖什么呢？半导体、还有微电子、量子技术跟人工智能。而且另外呢，他还在7月22号宣布提拔 CIA 局长伯恩斯进入内阁可见他们很重视这个包括资讯的搜集还有一些间谍包括 CIA 各种的情报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伯恩斯自己说了，7月20号他承认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被破坏。7月21号他又说这个情报网已经重建了，并且美国也宣布说，你看，我们的情报网被破获之后，中国公开处决其中一名间谍这些讯息虽然不是很细微，不是很具象，可是你可以知道在两边的国家都各派出很多的间谍人员在做谍报战。包括8月3号，美国指控中国把2名华裔的海军水兵给吸收了这2名他把它揭露了。而另外4月17号，中国的海外警察局也发布了一些讯息。6月13号，美国飞行员训练美国中国的空军像是这样子的新闻都时有所闻。不过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资讯战还有包括认知作战这些经济上面的危机也会被敌国或是对手国拿来做文章。像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到底好不好？我们看到碧桂园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女首富杨惠妍她所领导的这一家房市公司现在看起来有危机了。碧桂园2250万美元的债券恐怕违约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爆出了财务危机。而另外它的亏损也大约来到了63到76亿美元所以碧桂园有可能倒闭吗？这个步上恒大集团的后尘吗？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消息面，我们看到的美国他说他有掌握拜登说中国现在失业率创下新高，他们有麻烦了，这不是好事因为他把中国定义为坏人嘛，坏人如果有麻烦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坏事情。你也可以看到华盛顿邮报进一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让超越美国之梦永远延迟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是通膨，中国是通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济专家都在说面对经济困境，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激进中国国内的经济困境引发人们担忧，北京可能会通过升级与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风险而进行补偿。经济问题有可能因为他们要转移来攻打台湾吗？这是很多美国这边的专家的想象，还是说这是事实？先来谈一下这个间谍案间谍案，伯恩斯才在前段时间的这个论坛正式的宣布说，我们在10几年前被中国大陆所整个摧毁的这个情报系统整个崩溃了，那我们的损失很惨重。但是我跟各位宣布，我们又重新的建立起来了。
宣布没有多久，1个月以后，中国大陆就正式宣布破获美国的情报网。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评论的时候，我们就说，美国所谓的情报网在中国重新建立，并不是指的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大使馆里面的那一些间谍，因为美国在大使馆里面工作的里面的外交官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间谍，在香港的外交官有更大的比重都是间谍，他们都是 CIA， 那么以这个美国外交官的身份在那边从事活动，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还是要确定他是不是情报人员，因为这是这样子。我现在是负责任的讲，可是怎么确定呢？很难确定吧？他一定是先跟你接触，然后正常来往，请你吃饭、看电影，送你一点礼物，关心你，然后等到他觉得有把握了，做了各种测试有把握以后，他就会跟你表达他的身份，希望你帮他合作，他会给你很多的好处，例如说包括你的护照，因为很多人拿不到美国人的护照，他可以给你护照，你的家人可以安排到这个美国或者去读书或者是移民等等，他都可以帮你一整套。所以这位曾姓的女性在意大利应该是遭到一模一样的套路。对，她就是美国在意大利的大使馆的情报人员去跟她接触，接触到了以后就请她吃饭啦，参加一些晚会啦，参加听一些歌剧院啦，因为都是由美国政府来负担啦等等的。然后就送一些礼物啦，然后就增加了很多的信任感，以后就开始做工作了那也就是说，当伯恩斯宣布了，那我们当时在这节目中，美国的所谓的情报网，其实指的就是吸收中国大陆的高尖端的，或者是掌握敏感机密的。你看这个人就掌握了军工机密。我记得我在上次节目中讲，一定是军工有关的。那结果这次公布出来的就破获了，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情报跟反情报的一个工作。好，另外讲经济很简单唱衰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实在是已经几十年了不过我们先这样假定，我们先不谈中国会不会崩溃，中国崩溃以后，全世界的经济都崩溃。所以如果中国真的一旦崩溃的话，全世界都要下去救了。为什么？因为尤其台湾会垮得更惨。你想想看，台湾的外汇存底我们的外汇的顺差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我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陆一旦崩溃，台湾的经济就崩了。美国跟大陆的贸易额5、6千亿美元，大陆崩了，美国也崩了。欧洲8000多亿美元，欧洲也崩了。东盟8000多亿美元，东盟也崩了。所以而且它还是韩国、日本等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崩的话，全世界经济都崩得一塌糊涂。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只有一个能够做的事，就想尽办法跑进去里面去救中国的经济。但是目前来讲，看起来不可能，因为不需要。来请教左老师。首先我想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经济所碰到的一个困难啦，主要是需求不振就是说，其实大陆民众的这个存款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这主要是大家对于整个经济大的环境缺乏信心。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最近一些研究指出就是说，大陆的那个个人存款不断的上升，但是民间的消费跟民间的投资却维持在一个低点上。那这个显然跟原本预期这个就是这个风控措施撤销之后所可能出现的一个大规模的反弹其实有一段落差。整体来讲，大陆经济的基本上，相对于这个其他的已开发就是工业先进国家来讲，其实没有那么糟，但是对于他所期待的那个复苏的力道，其实还是有一段蛮大的距离。那这个距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民间的消费的这个不足，民间的信心不足。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其实大陆需要，就是说大陆应该在所谓的让民间的经济更加的活跃，就是说让市场更大的去发挥它的功能，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大陆最近推出的一些措施，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大概大家看到的问题是一样，只是说它的这个政府从市场撤退的这个速度有多快、多有效，能够重新刺激民间的消费。还有一点就是说，对于民众的不管是医疗也好、社会福利的这些保障，能够
多大程度的去提升，让民众更勇于消费。但我觉得回到我们台湾来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美国有一些观察家也认为说，大陆现在所碰到的这个经济上，如果说碰到的一个瓶颈的话，其实对美国、对西方国家是一个机会，就是说大家可以更努力的去争取大陆的一些民众的一些投资也好，或者是他的经济资产的这些移转也好，这个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是有帮助的，对于活络这些国家的这些动能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大家看到，所以这2天大陆宣布就是说又有一批新的国家地区可以纳入这个所谓旅行社可以经营的这个团客的范围，还包括了美国、日本、韩国、澳洲，过去之前2批都没有的这一批都在里头。那结果嘞，台湾居然没有在里头。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国家都在争取大陆的这个游客到他们国家去旅行。结果呢，我们近在咫尺，可是我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努力真的是还是不够。我现在都说因为大陆禁止他的团客到台湾来，但是我想问的是，我们政府做了什么努力去让大陆恢复他的团客到台湾来？还有我们政府到现在为止到底有没有禁止团客进来？我们就是说，你大陆禁止是一回事，我们政府禁止又是另外一回事嘛？我们政府的措施有没有把这个疫情时代的这个禁令给解除掉？我觉得这些都是展现我们政府是不是更积极的去争取大陆不管是旅客也好，或者是投资来到台湾，更不要说投资。在疫情期间那个时候什么爱奇艺啦、淘宝啊，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这种封杀的措施，其实政府看一看美国在面对大陆的这些思考，我觉得真的不要总是认为全世界都在封杀中国了。因为其实在大陆这些经济变局里头，其实你积极去争取，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反而是一个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力量。对啊，而且看是谁需要谁嘛。如果你觉得不需要他，那你就不用，你就不要开放。对，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需要你这个市场，那当然继续进没有关系哦。这个大概就是政府的态度了。来请教毛哥。确实了，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最近啊，包括也联合台湾，甚至日本，很多都不断的在放出说这个刚刚赖老师有提到的，这个中国经济又要崩溃了啊！几十年来，他已经不晓得崩溃几百次了哈，就被唱衰的程度。但你要了解一个真实状况，我一位朋友啊，他在台湾的医学院读博士班，他刚利用暑假的时候到 Boston 去进修了一下回来，他跟我说他在那边实际考察的状况，觉得非常崩溃。这个崩溃一来是他觉得美国的物价让所有人崩溃啊，他已经是医生了，到Boston 去，他觉得那个物价会让他崩溃。第二，美国人也很崩溃，因为美国实际状况是缺工。美国他只告诉你说，哎呀，我们这个失业，我们这个需求很多劳工，但他不告诉你说，他其实缺工、缺料、缺很多事情。美国的经济，他甚至让老百姓痛苦到什么呢？我那位朋友告诉我说，他现在消费可怕到什么程度？以前我们熟悉的状况是说，我们去美国，不管怎么样，你走进一个地方，你只要有一个空杯子，哪怕你拿到那边跟他说，帮我倒一杯美式咖啡，其实就给你了。甚至很多是 free 的，因为包括加油站，我们知道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现在不是，你进去要一杯咖啡，他直接拿一个 iPad 出来跟你说，付完钱之后还要直接叫你点，你要给15%还是20%的 tip。就美国的种种状况其实很糟，所以他必须要转移焦点，让你知道说中国很惨，比我们还惨，我们还是很强大的。那我们美国永远找得到配角，他最好的配角现在在欧洲叫乌克兰，在亚洲叫台湾。我们真的是强国的棋子，而我们不知道被别人要下在什么地方去，永远都在就抓利戏啊。刚才讲了麻生太郎，他说他来台湾见过蒋介石，他跟蒋万安喜滋滋的讲这回事情，那然后又说叫我们要做好准备去对抗中国。麻生，你小时候来台湾见的蒋介石是中国总统还是台湾总统？你们为什么？你还当过首相的人，你为什么背叛中国呢？是，大家想一想哦，这个不管中国跟美国经济好不好，我们台湾经济好不好才是重点哦。那另外看看呢，王毅哦，他回任外长之后第一次出访来的国家是叫新加坡。我们来看看哦，王毅首战新加坡后面的行程还包括马来西亚跟柬埔寨。他一下飞机啊，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就来跟他握握手。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两个人相见欢。那维文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拍谁？我今天没有打领带没有，不好意思。可是呢，隔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王毅立刻也把领带拿掉一起去赴宴
那两国麻吉哦，看起来关系非常好。那王毅这一次到新加坡到底要干嘛呢？哦，双方谈到对于年内举行中兴副总理级的这个双边合作的机制会议呢，并且加快全面恢复两国的直航航班。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王毅跟李显龙见面的时候，李显龙说，李光耀留下的宝贵财富就是与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一起为中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除了新加坡之外他礼拜五王毅要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正在大选，它有6个州选举他们的国会议员所以王毅在大选前一天到访，其实有意义的这个是帮助安华来打中国牌这个安华现在是执政者嘛跟他会面有利安华在这个执政党在马来西亚大选的选情。而另外我们来看看呢，拜登说他也即将到越南去访问美国在拜登登陆越南前宣布要进口越南的椰子那要营造一个友善的气氛。而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中国说他8月开始就已经对越南的椰子进行实地检查，要考虑越南的椰子正式对中国来出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越南这个国家也是两边当然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它输出它的椰子到中国，也要输出到美国，当然多多益善。不过呢，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联航，他们要做军事的演练那把美国视为假想敌。包括你可以看到8月10号开始，中俄的海军执行第3次的太平洋联合海上巡逻任务。你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卡27直升机在中国的战舰上面执行起降的操作，当然他们就把这个美国当作他们的假想敌。而另外你可以看到中俄最近联合在海上的一个巡航或是演习，它的针对性很强。头条揭秘，包括《中国时报》它的一个描述是说其实他们是为了挺进北极做准备，讲的是中俄的海军舰队在联合巡航，明显是中国利用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的困局，借由俄罗斯重新推动挺进北极的战略。因为他们的联合的这个所谓的舰队11艘舰队已经来到了阿拉斯加的外海了。而另外呢，纽澳军事跟美国的这个同气吗？他们是同声一气吗？可以看到8月10号美日印澳首次在澳洲近海举行马拉巴尔的联合演习，所以4国的代表在一起那可以看到呢，一旦美中开战，澳洲可以打击中国在太平洋的基地万一发生军事冲突，打击中国本土是一场豪赌，可是攻击中国在南海跟南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完全可能我不要攻打你的本土，可是我可以攻打你在南太平洋上面的据点。而另外纽西兰大选罕见的你可以看到呢，所有的这个政治人物聚焦是外交国防，他们因应中国插足太平洋吗？我们可以看到纽西兰的民调显示，有40%的民众认为中国崛起是未来10年纽西兰安全保障上面最大的威胁。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是全球或者是以西方为主的这些国家在塑造一个中国这个崛起可怕的气氛吗？来请教赖老师。王毅这次到东盟去那去访问了3个国家，这个最主要就是10月份的一带一路的峰会在北京要召开，可能会有20几个国家甚至30个国家会到北京来。由于这一次很有可能会邀请普丁也相当有可能会在这一次到北京来，那美国一定会全力的阻挠相关的国家说不要去参加一方面是遏制中国，二方面就是说你看普丁要去，如果你跟他接触的话，你就是支持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王毅这次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对于“一带一路”这个部分里面要加速了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转，这个东盟的国家都看在眼内因为当时美国之音在唱衰，可是结果它发展的比预期还要好，班班客满。而且现在连泰国都把它的一些农产品都运到这个老挝，然后从这个地方走这个铁路进去，而不用海运绕一大圈因为这样的时间更短，
成本更便宜。所以对于泰国来讲的话，那泰国也后悔他当初摇摆不定所造成的工程的没有办法在泰国实现。那现在泰国也愿意要加速了。那您想想看，因为当时是同步的啊，原本习近平上来的时候是主张中老泰3个国家的铁路同时拉。那由于泰国错过了时机，老挝现在完成了，所以泰国现在也同意要加。泰国一旦同意加的时候，那当然这条线就会进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终端对中国大陆来讲，最希望的是进入新加坡，也就是新加坡跟吉隆坡这个部分里面要磋商，把它连到这个昆明这边来。一旦连通的话，那这个泛亚铁路的一大部分就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中，如果能够在"一带一路"能够直接宣布完成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一次拜登如果没有去参加东盟峰会，对东盟来讲，会对于美国会有很大的不谅解。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国是印尼，印尼知道本来这个东盟峰会都是在11月，可是11月因为 APEC 是在旧金山召开，所以他特别为了这个改在9月。9月的时候就是希望说你拜登可以来，结果拜登因为他本来大家在9月就是希望你参加G20，也就顺便来，结果拜登要去参加G20，要去访问越南。结果不去印尼的这个峰会，这个对于东盟的其他的国家来讲，会觉得你美国拜登有需要我的时候，去年就想方设法把我拉到华盛顿给你排站照个相，现在不需要我就一脚踢开。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东盟的国家对美国会信任度会下降。另外，越南胃口大了，单一些椰子能够把越南养饱。我不相信10亿美元，越南这个现在已经相当的肥大了啊。是，越南现在需要的是高铁，需要是电，它需要中国大陆帮忙。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没有松口，越南还派了7个人特使团到北京去。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左老师。好，我们看到王毅这次到东南亚去访问，他经过这3个国家，其实都是他的这个政治结构、政治版图正在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马来西亚即将要大选，它地方选举了，有6个州要进行改选。那这些州议员的改选就会决定这些地方政府的归属。那目前呢，有3个州是现有的这个希望联盟。这个现在执政的希望联盟，那另外3个州是这个反对党的这些回教党哈。那所以当然他在这个时候去呢，就等于是展现他的支持嘛，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任何一个外部的力量如果有所帮助的话，对于2国的关系都会有帮助的。那这个柬埔寨是刚刚换了这个他的首相，然后新加坡之前因为人民行动党他有一些这个国会议员包括他这个部长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私德的问题，所以其实你看他选这个地点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王毅呢，他到了东南亚，其实他这些年来在东南亚最受人注目的就是他在推动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则上。那因为他在2016年开始大力推动，所以到疫情前已经进入1读程序。那因此这一次他会不会进一步去加快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我们值得看到的重点。还有一点就是推动中国大陆对这个东南亚的经济关系。抱歉，谢谢。好，最后请教毛哥。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说彼此在讲说什么越南是不是买椰子哈，还是什么东协的那几个国家哈。我提醒大家一下哈，最近真的我们台湾其实受到最大的冲击，从6月开始 RCEP 生效哈，东协10+5。好，今天又有一份所谓的总统民调出炉了。我们先不问这个是谁做的。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排序，有人就觉得怪怪的，因为第一个他没有做3卡都，他直接做4卡都这4个人前面2名的排序还是一样，赖清德32%，柯文哲23%，可是
第3名跟第4名，郭台铭首度超过侯友宜，因为至少我到现在为止，斯卡杜的民调没有看过郭台铭超过侯友宜的哦。那2个人在伯仲之间都几乎是第3名哦。于是就有人说了，这是营造郭侯民调差不多的一样的氛围吗？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是谁公布的呢？这是汇流民调哦。汇流说他是拿趋势这一家公司做的民调出来发布的，而且打的是独家打的是独家。我们来看看他的访问日期是8月6号、8月7号，有效样本是1028人。采取的方式是一半市话一半手机，市话成功访问了504人，手机524人。那当然，民调给您参考，有人信，有人不信，可是它里头还做了这个那有人就说在带风向。不过我们来参考看看，包括在野非绿阵营的整合里面哪一组的总统候选人可能赢面比较大呢？柯郭配他们做出来是31.5%的这个支持度，郭侯配21%，侯柯配最低17%所以呢，大家看看这个是它的这个趋势吧趋势民调它的趋势，那到底谁具备整合在野非绿联盟的能力郭台铭第1名28%将近29%，柯文哲24.4%，侯友宜只有18.6%可是呢，我们拿一个对照组好了，最近的民调林传媒7月19号的民调，你可以看到斯卡杜的民调是赖清德38.23%，柯文哲第2名25%，侯友宜第3名20%，郭台铭9%，所以这个中间的落差观众朋友提供给您参考，您可以自行的来判断。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KMT 也就是国民党到底背着这个锅沉重的锅子，到底要背到什么时候？有人说要到11月，哇！现在才8月8月中不到我们看到呢，这个到底郭台铭要独立参选还是怎么着不知道蓝营的议员李明贤他说应该会到11月才决定，还有这么久吗？李明贤说，郭台铭应该是拉弓不射箭，把弓拉满，可是不射出去。认为郭台铭联署会过29万的门槛因为他可能会走上联署的路，可是11月才登记嘛截止登记的日期是11月，所以他11月才会看情况做决定那另外呢，8月9号郭台铭有造势在屏东昨天也有在苗栗有一场大造势那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英雄好汉有人说是牛鬼蛇神，可是有人认为是英雄好汉，像是屏东的议长周典论，他就说郭台铭依照依循朱立伦指示要集结非绿联盟，他没有错他依照朱立伦的指示这个是要下架民进党嘛。兵哥谢寒冰就讲说朱立伦你搞类初选，搞到郭台铭到处挖墙脚，搞到徐耀昌喊出下架国民党，难怪有人说朱立伦是美国县民兵哥就快人快语嘛。另外赖清德副总统要出访过境美国这当然也是大事。我们看到三立新闻网今天的报道这是昨天的报道，他说中国要打压赖清德出访，外交部说了他已经掌握了这个对岸有收买其他国家的媒体要来抹黑我国的外交那国安人士不具名的，他说中国跟巴拉圭多家主流媒体签订了1个月的租约要发布挺中反赖的内容要做一个认知作战。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共军有没有可能趁着赖清德出访打我们的东沙群岛，看起来听起来蛮惊悚的。这个消息是来自于美国的学者莱拉里他投书英国的《周日卫报》，他讲说习近平可能在赖清德过境美国出访的前后袭扰我们的东沙岛。而另外呢，麻生前首相来访问台湾，他不是讲出了一个惊人之语吗？他说台湾要有不惜一战的心理准备我们要用意志抵御中国。此言一出那当然大家的这个解读都不一样我们的外交部说没有这个有什么好惊讶的，他的看法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外交部的说法是什么？外交部说这是我国展现自我防御意志与决心这跟麻生的说法并无不同有什么好惊讶的？可是我们来看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怎么说。他就是这个官房长官有点像是我们的内政部长或行政部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内政大臣。他说日本政府希望可以透过对话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来，大家比较一下，这个跟麻生前首相讲的不，这个语义不一样吧？语义不太一样。他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哈。那谢长廷，我们的驻日大使，他说麻生符合日本执政党政策的观点表达，可是人家执政党不是这样讲的啊，哦，那大家也是一样哦，跟民调一样，大家各自来评断、来解读。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谢弗尔啊，他说啊，如果共军啊，攻打台湾，他觉得，他也建议美国应该立刻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他认为，如果啦，我们就立刻承认，美国立刻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那就是法理台独了嘛，这是有法律吓阻的作用，用这个方式来吓阻中国，来这个对我们更进一步的吞噬。另外呢，路透社说，台海的风险攀升，英国的劳合社保险商紧缩对台保险。那当然，你看我们讨论这么多兵凶战危，这么多台湾可能会发生战争，连麻生都讲了，所以保险公司当然很敏感啊。英国的这个劳合社就说啊，这个承保飞机战争风险的保险商要提高保费啊，调降遭没收等项目的合理赔偿金额。这个影响很大哦，观众朋友，包括你也可以看到保险经纪商哦，它这个叫做 CHC Global， 他说这些情境包括中国海上封锁台湾、中国夺取台湾离岛，甚至中国武力犯台，这些情境未来10年都可能发生。人家会评估嘛，商业上要做风险评估哦，这对我们的影响当然很大。我们先请教毛哥。是，毛哥，今天呢，看到这个郭台铭的民调哈，我觉得，而且还是某媒体用独家的方式揭露哈，这个会让我们大家情不自禁的去想，这是谁刻意做好一个民调，然后不小心泄露给记者这么巧合的刊登吗？哈，还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到底是外参还是内参？哈，这个真的是不晓得，反正大家就随便用餐了哈。那这个昨天我看到，所以毛哥你是不相信吗？我可以直接讲吗？我想问你，你是不相信吗？我觉得时机巧合到不好理解，巧合到说郭台铭出来造势了2-3个晚上，然后马上就出来一个民调，然后一出来这个民调呢，其实就我不晓得侯友宜看了开不开心。因为他一直国民党不喜欢人家说他叫侯老三，就出来这一份真的不是老三了，是老四啊。那如果叫他老四，他不开心，就称为3.5好了啊。对，就反正这个民调出来，就是说在郭台铭这个你说徐耀昌前县长直接一个国民党级的大佬级的，然后也是真的有影响力的人说下架国民党，国民党对我们苗栗也不太好。直接这样讲的好明哦。那国民党的考纪会其实是出来说，这个要循序渐进的处分。果然他们党纪是看人的了。好，重点来了，就是说，其实我会建议郭台铭认真的讲，你到底什么时候准备开始联署啊？或是说，你直接告诉我们吧，因为你如果要独立参选，你的那个联署书上面是总统跟副总统要一起列出来的，副总统找好人了吗？因为那个列出来之后，你就不能改咯。而且你到时候如果再去跟谁怎么样要和要怎么样的，不好意思现在我们看到民调上面他也都在讲说什么郭柯的这个力道最强，民调最高，可是中间有很多法律问题，民进党也在等着你，民进党等着要玩你的是搓圆仔条款，所以要吞了就是说民众党他已经经过他自己的法定程序完备提名了，经过初选，然后同额提名了柯文哲赖清德也是一样那今天你如果郭先生郭董又去做一个独立的这个联署，然后你又真的过了那个29万的门槛，或是到290万，我不知道有多厉害。Anyway， 你过了那个门槛，然后你怎么办？拿这么多这个联署书在手上，是登记还是不登记？那你登记，怎么可能又去跟人家合呢？人家跟你合就搓圆仔了呢。民进党是等着这一条出来修理，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那其实昨天有一幕很好玩，在苗栗，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说那个台上的主持人说什么拜关公、拜妈祖的他们这个有人是主张拜姜太公了
啊，拜姜太公是愿者上钩吗？啊，是在暗示什么？哦，也就是说，大家看着郭台铭在台上，很多人这样 PTT 上面都讲嘛，哦，这为什么叫干爹？为什么叫什么的？就是说，是不是看到郭台铭就会想到鸿海刚发的那92亿股利，又会想到郭台铭讲说90%要拿出来做公益？哦，那这个公益是怎么样？大家看到郭台铭，如果台上主持人喊“我们爱的鼓励一起来”，大家开始拍手，爱的鼓励就不是讲那个鼓励啊，鸿海的鼓励。好，现在你到底出来，你代表的是什么？郭台铭受欢迎，难道是因为你比刘德华帅吗？啊，是因为你很有钱嘛？哦，那整个状况玩到现在，我们真的还在玩权跟钱吗？我们只崇拜有权的跟有钱的人，那台湾的这场总统大选，说真的。也没什么好看了，这个民调不民调的哈，大家真的越看越没意思了。那这个赖老师你怎么看？秦子，我很喜欢你刚刚讲到这民调的时候加了几个字，所谓的民调啊，所谓的，我对你的所谓的啊，我就很有感啊。我仔细有加减啊，因为这不难啊，这比那个俞北辰还简单多了啊。这个加减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赖清德的民调被做成32.2%啊，然后侯友宜的民调是15.2%，郭台铭是16.2%，加起来是31.4%，啊，在政务的复查范围内，而柯文哲变成吊车尾了，23.4%。这意思也就是说，由于郭台铭，你看他才刚刚2场造势，现在的民调已经超过了。啊，这个侯友宜，所以侯友宜你就可以自动弃选，郭台铭就顺势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他就一定可以把这个赖清德打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政务的误差范围内了。这个民调做得真好啊，哦，真会做民调，佩服啊，佩服。因为他的这个加减乘除其实是逻辑，我的估计他的逻辑是这样做出来的。不过我们客观的来看啊，为什么这次在野了啊，不要讲党，在野这么多人都有兴趣？那是因为执政党太烂。我们3个烂，因为这是按照这个蔡英文的讲法，就是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拍桌子嘛，就是太烂。然后呢，赖清德是太差，3个啊，也是3个差。为什么？你看到目前为止，赖清德只能够守住他的基本盘，就是3成、2成多、3成都在这个地方上不去了，而且呢，可能会慢慢的往下掉，上也上不去了。所以他就让在野党每一个人都觉得哇，摩拳擦掌，我都有机会，因为实在是太差了，只要发生弃保效应就可以干掉他。那就可以赢了。我们也真的是助导我们的上苍庇佑台湾，让民进党休息一阵子，至少休息个4年8年，让台湾大家喘一口气，好好的过几年太平的日子，不要再这样子过日子了。因为这种日子过得既穷又苦，而且还要发生战争，连日本人都来说，台湾人准备打仗台湾人你要打仗但日本人说我们不打仗，你台湾人去打，这个坏透了。这个就是拜登所说的坏人，碰到麻烦的时候都要做坏事。好。不过我个人最后再讲一件事，是这个什么事呢？就是整合真的是走不下去，因为一旦所谓的选前进行整合，那会发生什么事？刚刚嘉庆所说的法律上的问题以外，增加了太多的变数。而且因为彼此的支持者不一样，彼此对整合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只有不好而不会有好。我觉得倒不如等选上以后再来看看怎么战略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倒是比他实际。目前来讲各选各的，不过我觉得只有3党有推候选人，另外一个如果他真的要选，就用独立参选人直接说。但是麻烦您先把党籍再撤销，因为他的党籍还在跑嘛，9月要生效了嘛。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党籍没生效前先撤走，会让人家觉得你太投机了。如果生效以后再来去登记，然后又违纪，我觉得太没有格调了。2个都不对了。是，可是要怎么选上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难题了。对的，对。来请教左老师，左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包括您看到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总统大选以及国际上面其实对台湾
未来可能也许真的是兵凶战危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的表述。对，的确哦，这个危机似乎蠢蠢欲动。现在很多的讨论都集中在赖清德要去访问美国之后，大陆可能的有的这些回应的动作。那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新闻是说，中南美洲的这个媒体可能被中共给收买了，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抹黑的做法。我感觉啊，这个跟之前讲到说中共可能会攻打东沙那个，其实呢，你也可以说它是破梗，但你也可以说它等于是自己先卸责嘛。那这个尤其是这一个，就是说，如果赖清德在中南美洲，就因为这一次要去南美洲，那如果说这个最后效果不好，他就说因为被中共收买了。那如果效果好，当然他说，你看，即使中共收买了，他仍然表现得很好。那就好像这个东沙，如果他采取了行动，就说你看他早就知道。那如果说没有采取行动，就是因为这个的政府擘画这个得当。所以我觉得这些伎俩啊，其实真的不是会伤害的是媒体的公信力伤害的是民众对于媒体的一个信任呢。但我认为，对于危机，当然政府应该要审慎以对。可是我们更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危机从何而来？什么是应对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大家都讲到麻生的这一番谈话，外交部说看法并无不同。可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麻生要这样说呢？这有两个意义在里头。第一个，麻生这样说的意思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政府并没有向对岸展示出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呢？所以他才要讲这些话嘛？要不然你已经做的事情，他讲这些话的意义在哪里呢？他就是告诉你说，他觉得我们政府并没有把说有防卫的能力跟防卫的决心这件事情讲清楚。所以他才要讲这些话嘛。你日本有人，既然大家这么重视日本的意见，我觉得就要把它听进去。第二个，他的这个内阁官房长官又补充了，松野博一说什么呢？说对话能够解决台湾问题。麻生讲的这一段话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什么？他说你要有自我防卫的能力，要有自我防卫的决心，然后要把这件事情说给对方听。所以对话是很重要的。那我现在请问赖清德也好，我们现在的蔡政府也好，对于两岸的对话拿出什么实际的作为没有？有没有什么解套的方法没有？尤其是赖清德，他一再讲说所谓没有前提的对话，那到底现在我想只要问一件事情：赖清德如果当选了总统，他有没有能力重启两岸的对话？就是能不能老实的告诉民众做不做得到？